你们看一下，什么叫做真正的碰撞熄了？这台特斯拉 Model Y 啊，两个大梁头撞的变形都非常严重，可以看见啊，这个都断了。见证奇迹来看一下，再看一下它的大梁，这个是装在这里的啊，这个已经更换上去新的。这个大梁啊，只是变了一点点形，几乎你看不见它的有损坏变形。这个大梁啊，24.9万的 Model Y。拿一台249万的豪华车来比，它的大梁安全度不一定有它好。来，再看这边啊，这个撞的也是非常严重变形的，但是它们的大梁主框架几乎都没变形，看不见的才是真正的豪华，看不见的才会给你带来真正的安全。你们到底是喜欢看不见的安全，还是喜欢看得见的滨江彩电大沙发呢？我选看得见的电火花，比亚迪汉又被爆出日常漏电，还是一样的电火花，清晰可见。漏电不敢碰。从影片可以看出，比亚迪的漏电日常还是稳定发挥，在之前炒得沸沸扬扬的漏电事件也没有任何的后续，甚至车主已经把漏电影片删除了。最严重的一次把人电到脑溢血的事件也没有后续。先简单看一下过程。2024年5月13日，江西新余一女子称比亚迪中控漏电，导致父亲脑溢血，住进了医院。比亚迪在随后的回应表示，初步排除是车辆漏电导致的车主并发，并且表示可能是车主突发脑溢血导致手脚麻木，误以为是漏电了。随后有越来越多的车主发生比亚迪存在漏电情况。在5月份网上几天讨论过后，漏电事件逐渐遗忘了，之前的漏电影片也被删除。比亚迪是真的厉害。被电到医院的那位车主目前还没有恢复，也没有像比亚迪说的愿意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鉴定和调查。搜索一圈之后，发现根本就没人调查，所有国内媒体报道都停留在5月份，应该是烂尾了。从车主女儿的账号上看，只在7月份有更新一个影片，人还躺在医院里面，行动艰难。今天遇到一个比亚迪唐，炸完前驱，炸后驱，炸完后驱，炸保险丝，保险丝炸完，充电器也坏了，有点难。跟比亚迪、华为之类的整天遥遥领先相比，我觉得低调的老头乐才是最遥遥领先的。别笑出声。确实现在都2024年，老头乐在中国算最牛逼的了。和其他车展不同，老头乐车展不仅1年2次，吊打北京、上海车展的2年1次，而且还不要钱，门票点击即送。车展第一台就是这个小米苏 0.7 啊，可以看到整体设计还是非常还原的，包括车头的米字形矩阵大灯，还有这个车尾的贯穿式尾灯。内饰则是采用了广受好评的上一代奔驰 S 的设计语言，中控和仪表的双联屏，还有真塑料饰板，辅以假木纹饰条，门板上的高音头也是采用了一个这个家用的调料盖子来装饰，非常的精致。操控方面，这台车也是具有这个单踏板模式的，已经提前帮你把刹车踩下去了，只需要控制油门就可以加速减速。除了在外形上全面致敬，在颜色选择上面也是非常的心有灵犀。还有一款颜色呢，叫霞光紫。紫色呢代表浪漫、梦幻、神秘，在阳光下流光溢彩。我们还做了一款非常炸裂的颜色，叫熔岩橙，是一款高饱和度的颜色，特别的漂亮。好，最后我们定价多少钱呢？11700。11700是吧？你喜欢等这个气，喜欢空调吗？哦，空调多少钱？1300。空调1300，增程器多少钱？950。增程器950。这他妈的绝对是捣乱的，是吧？有了小米呢，自然也少不了问界。根据前脸下方的格栅可以看出，这是一台纯电版本的问界 M0.9，采用了上下双拼色的车身设计，
车头车尾也是采用了问界非常标志性的星河灯组，内饰则是采用了一个宾利添乱的整体造型，再搭配一个塑料缝线坐垫。除了新势力品牌，传统豪华品牌自然也是不能少的，比如这台路虎显胜采用了一个富士白加目光金色的撞色车顶，而这个撞色车顶在路虎官网的选装价格就要10200块。车尾呢也是很好的还原了隐藏式的转向灯和纵向刹车灯。这台车的内饰是为数不多和车外造型一致的，跟揽胜一样。这台显胜的内饰也采用了平直的线条，搭配一个悬浮式的中控屏，甚至还搭载了原版车型上没有的无线充电面板。不过好像不能用轻量化配置、动力强劲化分配。路虎有了保时捷，自然也不会少，比如这个4门的保时捷9.11，标志性的青蛙眼，配上保险杠的日间行车灯，是不是有一种 Sinner 的感觉？贯穿式的尾灯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但是请注意上面写的不是 Push， 而是 Pro 10。车内采用了和现款保时捷同步的3屏设计，而且这台高配展车还有360全景影像，画质与正品的保时捷可谓是不相上下。通过中控台上方的这块表可以看出，这台9.11选装了 Sport Coral 组件，而这个绿色的中控仪表在保时捷上面则需要花费147000块选装 Heritage Design 套件才能拥有。在动力方面，这台9.1也同样采用了后置后驱的驱动形式，竟能如此相像，香很香。普通豪华品牌有，超豪华品牌也有，比如这款劳斯莱斯。这款车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竟然是个对开门的内饰，乍一看平平无奇，仅仅是模仿了现款奔驰 A 级，再加上一些氛围灯。但是如果把视线移到门板上，你以为这是贝尔 MS 的柏林之声吗？不是 Beautiful 山东之声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这台车的后排空间还挺大的，至少和标准版的古斯特比起来差不多。如果你觉得劳斯莱斯有点太过于张扬，那你可以看看这款比亚迪海哲。不得不说，这台车的还原度真的是非常高，不仅是外观还原，内饰也基本上一模一样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不，它连内外饰的颜色搭配都抄了，在海鸥上粉色外观和粉色内饰绑定，黄绿色外观和蓝色内饰绑定。而这一点在海哲上面也是一样的，除了前面的比亚迪海哲，这台50干果也非常还原，仅仅是在车身侧面略有破绽。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说，这些车都是模仿原版，有没有超越原版的？你好，有的，比如这款匠心巨作小蚂蚁，它的车长是多少呢？3.45米。而原版的车长呢只有3.2米，在长宽高全面超越原厂的情况下，它还多给了你2个门，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前面的车你都是可以在路上见到的。而这一款 Smart 在8月28号才会召开发布会，很显然 Smart 不会邀请我这种脚底板博主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在这儿看也是一样的，因为没有其他的亮点。所以像这种 Mini Cooper 2、路虎宝安，你想要0.1玛莎拉蒂，这些车我们就快速的过一遍，不再详细介绍。不过这个极氪0.01需要说一下，因为我问了厂家的工作人员，他们说这台车在1年之内是没有改款的计划的，和其他车展一样，除了整车展示之外，你在这里还能看到许多零件供应商。有做挡把的，做方向盘的，还有做空气悬挂的，甚至你可以给你的老头乐装个4驱。这个就是在原来的那个基础上，在前面再装一个有发动机是吧？这一套是大概是多少钱？3000多是吧？这是多大动力的哦？2504C 是吧？这么一看，整个老头乐的市场似乎还是一片勃勃生机、勃勃进发的境界。那么今年在各种新闻上看到的大力惩治，到底有没有作用呢？应该说是有，但还不够。根据现场销售的说法，眼前的这个拥有自动化流水线的品牌，1个月销售大概在大几千辆，而一些小的品牌1个月也能卖到1-2000台，大概1个月能卖多少？坏了，这回是真不如老头乐了。当然变化也是有的，现场很多厂商已经开始转型做电动3轮摩托车，而这种车符合规定的话是可以正常上牌上路的，比如这个叫做约马的厂商主打一个全国空降。同时在现场我们也能看到做出口生意的公司，毕竟在国内卖1万块的东西，到了北美可以卖1万刀，挣的都是到了，只不过数量并不是很多，1个月只有20多台。总的来说，这个市场还是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前进的，但是请加大力度，因为我也不想有一天开车被这玩意儿撞了，还要我自己掏钱修车。这转一圈下来，我感觉等我老了，高低都要整一辆。就是不知道到时候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了。综合来看，比现在比亚迪、华为等真的要遥遥领先了。
性价比直接拉满。尽管无法摆脱山寨气质，但是小米 SU7 不也是山寨的吗？相信总有一天老头乐能超越。老头乐现在一直是默默发育，不像比亚迪的粉丝整天自嗨。有博主表示，比亚迪粉丝动不动的就沸腾高潮，有几个小可爱在我评论区，我们什么什么吊打碾压牌又出了一个什么级别的电车，牛逼，有什么龟掉头，我没听明白，我就去看了看。我给你放下个视频之前，我先让你们看一些评论啊，特别有意思。这是23年7月份的一些评论，我让你看一看啊，我给你读一下。中看不中用的设计，东西越多，故障概率也高。花里胡哨的懂得操控部，按目前的很多司机顾不上了，事故数不胜数。那要是高速轮子不听话怎么办？就这套东西成本，故障率不知道提高多少。把汽车当成玩具，还是把玩具做成汽车，都是会出安全问题的。开在路上，车轮会不会自己突然发神经？每个轮都有自己想去的地方，跑着跑着来个紧急劈叉，可就要听天由命了。放视频，这个是1年以前现在的安尼克，4轮电机原地掉头，横向进入车位，轮胎没有任何的地面摩擦的印记。你一个3点机转一圈，地上挠挠的挠轮，你的又开始吊打碾压。遥遥领先了，不是咱们这波人就这么好哄吗？我看很多车评人又在发了啊，牛逼技术领先这个那个的。这个艾尼克啊，据说在国内上市，原装进口过来，加上关税也就30多万，我不知道哪个好哪个坏。如果你觉得你那个吊打碾压牌技术非常牛逼的话，同样的这些评论自己去看，是不适用你那个车。我刚才念的这些评论都是当年评价这台现代艾尼克的，原封不动的送给你们。那么花里胡哨干啥？有什么用？西游记和黑神话悟空都是打妖怪的，为什么人类会喜欢打妖怪？其实打怪升级是人类的日常。怎么说？你看悟空打的妖怪，第一类全是和高层有关系的，比如金角大王、银角大王、黄眉大王、白象精，全都是太上老君、如来、文殊菩萨他们的童子或坐骑。关系确实很需要通关。悟空打的第2类妖怪全都是禽兽变的，比如白骨精、蜘蛛精。禽兽不如，也是人间常有。悟空打的第3类妖怪都是和小鬼有关的，比如牛头马面、黑风怪、黄风怪。小鬼难缠，不得不打。悟空打的第4类妖怪是那些扮成人的，比如赛太岁、金毛猴。这些人不人妖不妖，简直是人妖。哎，悟空和八戒长相也很奇怪，为什么他们不算妖怪？因为他们不害人。